嗨，大家好！我在之前的视频中介绍了很多中国先进的军事装备，比如航母、五代战机、东风17高超音速滑翔导弹等等等等，有些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当然也引来很多台湾网友的关注。那么大陆的军事装备说了这么多，台湾军队的实力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像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一样，在解放军面前就不堪一击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台湾的整体军力相对于非洲、中东、南美、东南亚的一些弱国，诚恳地说要强得多。但是相比美中俄三大国，欧洲各列强和日本、印度、以色列等等就不在同一量级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陆军。台湾陆军从1959年开始，通过前瞻案、嘉禾案，直到近年的精粹案和可持战力专案等9大案之后，精简为现在的约10万人。注意，这个案可不是台湾军队内部出现了什么重大案件，而是对现有部队进行的重新整编和部署的专案而已。虽然台湾陆军仅有10万人，但人数已经为陆海空三军之最了。那么这10万人是怎么部署的呢？简单来说，主要是3个军团和4个防卫指挥部。3个军团分别是陆军第6、第10和第8军团，分别驻守台湾本岛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当然，北部为台湾重中之重，所以6军团人数也最多。指挥部设在桃园。至于为什么叫第6、10和8就不清楚了。我查了一下，至少是没有4、7、9。其实也没什么规律，名字倒也不用记，说不定哪天又出一个专案就又改了。4个防卫指挥部也很简单，东边一个在花东，3个外岛各一个，分别在澎湖、金门和马祖。这里着重提一下的就是在东部花莲的东边，台军长期用钢筋混凝土构建了坚固的储备基地，包括大量的弹药、物资储备和一些保密性很强的技术装备。就在上个月，台湾还在台东刚刚试射了天宫3增程型导弹拦截测试。至于这个号称台版萨德的家伙能否在战时派上用场，我们稍后再讲。接下来看一下陆军的装备，主要说说主战坦克吧。主力就是2款，全是美式装备，一个是 M60A 共460辆，是上世纪90年代赶上冷战结束，美军坦克更新换代购买而来，但都是二手货。另一个是台军自行制造的 CM11，虽说自造，但说白了是个拼凑品，就是把 M48A5 的炮塔安架在 M60A3 上，再加上 M1 坦克的射控系统所形成的混种坦克，所以这个混血儿也被称为 M48H，H Hybrid 即混合的意思。这型于1988年至1994年制造了共450辆。这2型古董级坦克应用的还是105毫米线膛炮，而非现在世界主流坦克的120毫米滑膛炮。装甲呢更为可怜，可以用脆皮形容。像 CM11 的 12.7 到110毫米的军制装甲，防护比较接近二战水平，估计连当时苏军的苏85和德国的虎王都可以将其击毁。更何况今天俄罗斯的 T90、德国豹2、美国 M1A2、日本的10式、以色列梅卡瓦3、中国99A 等等等等。整体来讲，与世界先进坦克存在代差，比较落后。所以台军2018年也计划采购108辆美国 M1A2 主战坦克，首批要等到2022年。而即便这108辆2026年按计划全部交付完成，也无法做到完全取代现役 M60A3 和混血儿 CM11。看来这2个老古董还要继续坚持相当长的时间啊。另外提下的陆军先进装备就是 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了。原本有个30架，2014年坠毁一架，之前曾传出过其长弓雷达无法适应台湾湿热气候而大批故障的报道，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改进并升级完毕。但这架飞机在台湾最高光的时刻，莫过于2015年女明星与阿帕奇的合照事件了。好，陆军介绍到这里，简单来说，乏善可陈，也是海陆空三军中与解放军差距最大的。现有的高级装备也全部从美国进口。我之前的视频一直强调军事装备自研的重要性，现役的所有装备都是准备在第1个礼拜全部拼光的。如果战时要通过采购去补充，显然不科学，人家肯卖也未必运得过来，你可是个岛啊。那客观地说，如果与解放军对垒，台湾陆军要派上用场，已经是失去制空和制海权之后的事了。到那时还真的要打吗？如果真像某些当官者口号似的要战到一兵一卒，那可实属台湾的不幸啊。说到一兵一卒，就不得不提到饱受诟病的台湾兵员素质了。这里简单说一下吧，台湾一直都采用义务役征兵，就是成年男子到了18岁必须服兵役至少1年，人少嘛，自然只能抓壮丁。这就有点你不情我不愿了。18岁芳华正好，谁愿去部队窝1年呢？所以经常出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逃兵役现象。阿扁的儿子就是一个。
既然不愿意，又何必勉强呢？于是，在2018年，台湾把义务役改为志愿役与义务役并用，就是主要通过招募自愿者当兵，即募兵制。自此，延续了81年的壮丁入伍传统也就此终结。而末代壮丁之后的义务役又该如何服呢？那就是只需要完成4个月的军事训练就可以了。这可真是普天同庆啊！这听着是不是也很熟悉？跟我们上大学时参加的军训是不是有些相似？其实中国大陆也是实行征募并行，宪法中也保留了政府征兵的权利，只不过人民解放军中志愿服役的人数已远远超过军队的需要，故征兵制并未使用。所以虽然都是军训，我们在大学的军训可不是服兵役，这跟台湾大为不同。但即便如此，虽然我相信台湾的职业军人或多或少还保留着国民革命军当年北伐和抗日时的坚韧和风骨，但这些只参加了4个月军训的义务役草莓族能有多大的战斗力？这里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好，说完了台湾的陆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空军。说起台湾空军，大家可能不知道，曾经还做过亚洲的头把交椅呢。在那个大陆还在四处剿匪，皇军还未挣脱狗链，南北棒棒在互练打狗棒法，新加坡还没在地图上出现的年代，亚洲最强的台湾空军可以肆意在江浙沿海玩通场，上海的杨树浦电站都被炸过。再后来，台湾侦察机在东南沿海巡游也差不多是个把月一次，跟现在刚好相反。甚至当时的 U2 侦察机可以肆无忌惮地飞越西藏去跟达赖打招呼。非但如此，在自研方面，台湾还是亚洲第一个研发出3代机的地方。就在大陆还在苦苦研究歼82的时候，台湾就有了 IDF， 而后又搞到了幻影2000和 F-16。到了96台海危机时，大陆刚买的苏27还无法形成战斗力，要不是2炮在那边戳着，还真的难以镇住台独嚣张的气焰。但那一刻也成为台湾空军最后的辉煌。进入新世纪，大陆的歼10、歼11大量列装，5代机歼220横空出世，也已服役。不说大陆，日本空自、韩国，就连印度、巴基斯坦也在自研战机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台湾呢？如果说用爱空战有些夸张，那么原地踏步却是真的。目前台湾空军装备约370架主力战斗机，再加上各式侦察机、运输机和教练机等辅助机种，总数约550架。其中的主力就是140多架 F-16、50多架幻影2000和120多架自研的 IDF 金国战机。好像跟20多年前没什么变化，还是那3个。没错，这140多架 F-16 就是90年代初从美国购得的150架 F-16AB。这一型在美军早已退役，属于 F-16家族早期型号，而且不具备 F-16CD 的对地能力。跟被阉割了对地能力的幻影2000一样，差不多服役了快30年。而 IDF 虽然自研，但核心技术如航发和武器系统仍然需要从美国进口，而 IDF 的生产线也已关闭了20年。所以如此老旧的战斗机群，无论从性能和数量上都已远远落后，所以急需升级和换代。那换什么呢？ F-35？ 不是，美国只批准将台湾全部 F-16AB 升级为 F-16V， 即换了雷达，加上隐身涂料和新式弹药等来提升战斗力。另一方面，台湾也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 F-16CD， 即美国同意出售66架给台湾。不过这价格也确实不菲，总价高达80亿美元，单机 1.2 亿，已接近其他国家购买 F-35的价格。整体来说，台湾空军曾经有过辉煌，但这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时至今日海峡上方的空中优势已然易主。好，说完了空军，我们来到海军。相比于空军和陆军，海军这个吞金巨兽，台湾方面的实力又是如何呢？首先，航母自然是没有了。目前能拿得出手的水面舰艇，可能就是4艘老泰隆中的基德级驱逐舰了。作为上世纪90年代被美军用阿里伯克级淘汰的老舰，虽然拥有近万吨的排水量，但毕竟不是盾舰，没有隐身设计，没有相控阵，不具备盾舰的区域防空能力。反舰能力呢，因为鱼叉的存在还勉强够用，但是与日韩的宙斯盾和大陆的中华神盾相比，总体技术是非常落后的。另外，台湾还拥有多达10艘的成功级巡防舰，也就是美国的佩里级护卫舰，其中8艘为台湾拿着佩里级的图纸自行建造，满载排水量4100吨，但毕竟没有盾，想拿阿里伯克级的图纸，老美又不给，而自行研制相控阵雷达又谈何容易呢？除此之外，水面舰艇还包括巡逻舰、猎雷舰、两栖舰和其他辅助舰，大大小小共几十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现役台湾排水量最大的一艘舰艇磐石号油弹补给舰，排水量高达2万吨，为台湾自行建造。
不过它的高光时刻却是在今年4月份的敦睦远行训练返岗时，舰上官兵共有36人先后染疫。而更为神奇的是，这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病毒在官兵登岛后又神秘地消失掉了。除了水面舰艇外，台湾还有4艘现役潜艇，分别为海龙、海虎、海狮和海豹。海龙、海虎是上世纪80年代购自荷兰，装备了远端线导、双平面自导鱼雷，可同时跟踪5个目标，控制3枚鱼雷攻击，既可反舰又可反潜，勉强可用。海狮、海豹则不同了，这2位竟然诞生于2战时期，已年过70，即将达到耄耋之年，也成为全世界服役时间最久的现役潜艇，囊括了一个世界之最。这2位老爷子竟然还能用，简直也是个奇迹。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次还真的不行了，所以台湾方面开启了宏大的自造潜艇的计划，而且一造还有7艘。注意，图片中去年破土动工的可不是潜艇开造，而是造船厂的厂房建造的开工仪式。预计首舰2024年中下水，2025年底交舰，4年时间并不长。至于能否按照计划进行，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综合来说，台湾的海军实力放在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算强，但摆在东亚就有点相形见绌了。没办法，海军你总不能跟蒙古比吧。好，陆海空军说完了，那么台湾有没有一些高端技术武器呢？还别说，真的有。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火箭。台湾的火箭名字有些特别，名曰飞鼠1号。老鼠能飞吗？兴许能，但会飞的老鼠又能飞多高呢？台湾如此命名自有深意。看在今年是鼠年，我们暂不吐槽。其实这个飞鼠计划并不是政府主导，而是一家民营公司，老板为 NASA 前员工，看着是不是跟马斯克那位老兄有些像？但能否 copy SpaceX 的成就，就要继续看下去了。从图上看，这个飞鼠1号貌似有些小，跟世界主流的运载火箭也有些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要给大家介绍几个知识点。我们知道，射火箭通常有2种燃料可选，固体和液体。一般遨游太空并摘星揽月的运载火箭通常要求比重高，而且能够多次点火，所以选择液体燃料。而像洲际弹道导弹这种讲究发射效率的，就需要固体燃料了。人家导弹都飞过来了，你还酝酿发射，这怎么行呢？而台湾的飞鼠1号采用的则是固体和液体混合，这就有点高不成低不就了。这种技术也不是没有，2战时的德国 V2 火箭就采用过，而后各国逐渐放弃，但被台湾继承下来。另外，飞鼠1号的定位为亚轨道飞行，就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临近空间，气球飞不上去，卫星掉不下来的那个地方。所以这种火箭叫做探空火箭，这跟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大为不同。简单来说，上去之后必须要下来并回收。中国大陆曾经在1964年把8只白鼠、12只生物试管发到临近空间并回收，成为中国第一批乘上探空火箭的登天客。当然，这种探空火箭相比可把卫星送入轨道的运载火箭，从技术难度来讲，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完全不能类比。所以台湾对于太空的探索，恐怕要等到拥有3节火箭助推的飞鼠5号了。那么飞鼠1号试飞过吗？试飞过，在鼠年的春节2020年2月13日，飞鼠1号发射了。那这算成功吗？这个还真的不好讲。还记得今年5月长征5B 发射成功后，多家台湾媒体做了这样的报道：长征5B 以不受控的方式脱离轨道，并坠落在美国加州外海，失败。当然，这些媒体他们根本不会去讨论长征5B 成功将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舱送入预定轨道，而运载火箭压根就没有考虑回收。只有像 SpaceX 那样酷炫的火箭回收方式才叫成功。所以按照这些台湾媒体的标准，飞鼠1号当然是大大的成功。火箭成功回收并可重复使用，还能落回原地，这连 SpaceX 的猎鹰9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台湾飞鼠做到了。火箭说完了，最后来介绍一下台湾网友心资念兹的雄3和天宫导弹。首先来看雄风3型反舰导弹，台湾非喜欢把导弹说成飞弹，我向天空扔个鸡蛋，这叫飞弹，但它跟导弹最大的区别是不能制导，所以叫做导弹更为科学。雄3刚好可以制导。上世纪80年代，台湾中科院从美国购得 STM 导弹的冲压发动机技术，自此开始自研导弹。雄3 1994年开始研发，97年首飞。看这个外表怎么跟火箭有些像？没错，它就是一个外挂助推火箭的冲压弹。
大陆这边也曾有过类似的设计，比如海鹰3号、鹰击1号。但自从大陆突破了火箭与冲压发动机一体化后，这种设计就被淘汰了。外挂火箭有个坏处，就是体积太大，这样雄3就不能空射，只能舰载和地面发射。相比较而言，俄罗斯早期的 KH-31P 也是外挂火箭，但体积就小多了，所以空射没问题。整体而言，雄3首飞时技术和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时至今日，大陆的鹰击1号长大成人，变为鹰击18，俄印也研制了布拉莫斯，日本也有了 ASM3。相较而言，雄3过于古董了一点，但毕竟研发此种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国家还真的不多，所以台媒称雄3在世界名列前茅也不足为过。但吹成美日都竞相采购也太一厢情愿了吧。而且更有台湾名嘴把雄3这枚反舰导弹誉为上可震慑歼20，下可击沉辽宁号，还能将厚度仅为 16.5 厘米的三峡大坝摧毁。我个人建议，为了你的智商，以后有些台湾媒体还是尽量少看吧。维基百科上说，雄32015年服役，时间好像晚了点，但不管怎样，1年之后，雄3还是在世界媒体面前露了一次脸。2016年7月1日，台湾一艘巡逻舰金江号，就是右边那艘，在港内检测雄3导弹系统时，误将一枚雄3射了出去，也促成了其试射之外的第一次实战演练。这枚导弹从左营军港奔出，方向澎湖东南。此一海域的民用船只纷纷望风而逃，生怕被雄3锁定而一命呜呼。但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一艘名为祥利生的高雄渔船被雄3抓到，被打了一个透心凉，船长当场遇难，另有3名船员受伤。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那就错了。这枚雄3在打穿了皮薄的渔船后，感觉自己并未命中目标，所以没有引爆，仍然在海面疾驰，寻找下一个目标。所幸没被他再次夺逞，最后又飞了 1.9 海里后，因燃料燃尽而坠海，总共持续了2分多钟。这次误射事件为操作员的人为失误，也实属祥利生号和船长的不幸。但到了某些台湾媒体那里，却变成此次误射事件刚好体现了雄3的超高命中率。这种丧事当喜事办的态度，还真的让人叹为观止啊！最后就是天宫3型导弹，这个真的不想多说了。虽被誉为台版萨德，但个人认为研究这个纯属浪费金钱。天宫3型要反弹道导弹，解放军不会笨到用弹道导弹这么贵的东西去临变全岛，火箭弹就够了。那么谁还有弹道导弹呢？南边的菲律宾享有没能力，北边的日本有能力不让造，东边是海，西边的大陆有又不会对你用，所以造这个基本还是求个心安。而且我之前的视频也说了，像中美俄这种可以饱和攻击的国家，一切反导系统都没有用，所以个人觉得台湾还是别浪费钱在这上面了。其实真正对大陆的弹道导弹构成威胁的是另一个部署在台湾的美国货扑噜爪搜索雷达，这家伙可是反导系统的千里眼，探测距离高达5000公里。多数人把部署在韩国的萨德搜索雷达吹得神乎其神，其实用美军自己的话讲，萨德的 AN-Type-2 雷达相当于透过一根吸杆去找苍蝇，这要是找到，眼睛都得累瞎了。真正有威胁的还是部署在日本和台湾的扑噜爪。当然了，一旦中美开战，这2个地方的雷达也会在第一时间被东风17抹掉。没办法，那谁让你偏要装呢？好，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台湾的整体军力。客观的说，不论从海陆空三军再到武器装备，如果说30年前台湾在兵员人数不利的情况下，武器装备尚优于大陆，但时至今日已今非昔比，大陆从各个方面已全面碾压。正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么台湾还有多少个30年可以拿来荒废呢？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